小可爱，我是黑红。相信这2年呢，你也有发现啊，不管是在咖啡厅还是图书馆，有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使用 iPad 工作了。不管是设计师、文字工作者还是影像创作者，都是如此。那对于画图的人呢，更不用讲了，有许多的大佬跟创作者也开始使用 iPad 来工作了。那当然，这个 iPad 啊，买回来啊，拿在手上真的是很有高级感。但是买了 iPad 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把图画好吗？这个问题值得你深思。如果你发现购入了这些工具，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把图画好的话呢，那欢迎你点击影片底下的描述栏里面去领取免费的电子书以及免费的课程吧。在这边呢，我就不多说这些东西了，因为今天的重点是我们要知道 iPad 有哪一些优势，可以帮助我们在购入它之后呢，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利用它来画图创作。所以今天呢，我们废话不多说，就赶紧来看看 iPad 到底有哪些优势，值得我们给它买下去。摆下去吧。在影片开始之前，黑猴要在这边和你说一下我有制作迷你电子书以及1堂免费课程，就是希望可以帮助想要学习电绘的你快快提升画技，所以赶紧到底下描述栏里面去点击链接免费领取咯。首先第一个就是 iPad 搭配 Apple Pencil 携带超方便，这个优势基本上就已经打趴了所有电绘工具了。因为你想想看，如果说你今天带的是笔电，又或者是小型电脑的话呢，搭配一个电绘板，再怎么样都一定会比 iPad 加 Apple Pencil 还来得更加的笨重。所以说呢，很多的人为什么会选择购入 iPad 跟 Apple Pencil 来做工作？很简单的原因，因为在外基本上呢，可能也很难去做一些很专业的工作。专业的工作可以留到办公室或者是在家在工作，而一些简单轻便的工作，你可以在外就解决的话呢，那也可以让你在外在节省时间的同时呢，也可以把这些工作完成的话呢，那是不是效率就可以大大提升了呢？所以这也是很多人会购入 iPad 跟 Apple Pencil 很大的原因之一。除了 iPad 跟 Apple Pencil 以外呢，我相信也会有一些人认为说，手机也是我们很方便的一个电绘工具啊。但是你想想看哦，手机基本上有2个缺点哦。首先第一个就是使用手机画图的人大部分都是用纸绘为主，但是如果说你本身已经习惯了用笔这种东西来画图的话呢，基本上你要用纸绘来画图，等于是你要重新学习跟重新习惯这样子的一个画图方式。那其实你也是比较会浪费一些时间的。第2个缺点就是手机的萤幕还是偏小，对于想要好好保护眼睛，甚至是长久画图的人来说呢，基本上萤幕当然是越大越好，会相对比较不会那么伤眼睛。所以说 iPad 当然就会变成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因为从7.8寸到12.9寸的萤幕都有。如果说你想要了解要怎么样去选择适合你的 iPad 的机型的话呢，在上面这支影片你也可以找找看。所以话说回来呢， iPad 搭配 Apple Pencil 真的是对于一些喜欢电绘的人来说呢，出门外出比较方便的工具。而且现在有非常多的 iPad 保护壳旁边都会有一个 Apple Pencil 的笔槽，让你放置 Apple Pencil。无论是放进你的包包，还是你在外出的时候呢，你只要确保你的 iPad 跟 Apple Pencil 在这个保护壳里面的话呢，你就不用怕在外面很容易遗失或者是不方便携带等等的问题。第2个就是 iPad 具有超直观的绘画体验以及方便的操作手势。对于许多刚入门电绘的小可爱们呢，基本上都会选择使用电绘板来作为一个入门的工具，因为电绘板第1个它的价格比较低，第2个是如果说你想要开始学习电绘，投资成本也是相对比较低的一个选择。所以很多的人可能在入门电绘的时候，一开始都选择用电绘板来做绘画。但是电绘板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它是一个手眼分离的方式在做绘画的。如果说你自己本身已经很习惯画手绘，而且你的手绘画得不错，现在要你进入电绘用电绘板画图，这种手眼分离的感觉还可能会让你产生一种就是比较不习惯的感觉，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去适应。但是对于那一些可能才刚入门画图的小可爱来说的话呢，一入门电绘就使用电绘板画图的，可能对他来说可以说是难上加难的这样子的一个局面哦。那所以很多的人，如果说你是入门电绘使用电绘板画图的人，很可能就会因此而把这个电绘板放在那边生灰尘，又或是干脆放弃把它转卖出去了。所以相较于绘图板来说的话呢， iPad 搭配 Apple Pencil 这样子的一个绘图方式呢，它是直接让我们用笔在绘图萤幕上面画图，这样手眼一致的绘画方式呢，它的过程是非常顺畅，不太会有延迟的问题。那这样子的绘画体验跟这么直观的一个绘画感受，基本上也会让大部分的人啊，对于电绘这件事情会比较愿意学习，愿意坚持下去。而另一方面呢， iPad 呢，它也有非常多不同的手势，不同的 APP 可能会有不同的手势，但是你都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将这些手势去做一些调整哦。那其实这些手势跟我们使用笔电跟桌垫打键盘的
时候的这些快捷键是同样的概念，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做一些手势上面的调整，其实也可以提高我们使用这些 APP 或者是在工作上面的一个效率跟顺畅度，而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对 iPad 爱不释手的原因。第三个就是 iPad 的绘图软体简单学习又好操作。其实如果说你有去使用过一些像是笔电或桌垫的 Photoshop 这样子的一个软体的话呢，你一定会觉得哇，这个软体的功能也未免太多太专业了吧，感觉好像要学习还需要一大段时间的感觉。但是 iPad 里面的绘图 APP 好像就比较不容易让你有这样的感受。主要的原因其实也是因为 iPad 它作为一个比较轻便型的工具来说，它的 APP 通常也不会太过于复杂，让你一看就知道说，这个东西大概是什么样的工具，可以怎么样去做一个使用了。所以相较于这种电脑版的一个比较强大的软体来说的话呢，其实 iPad 它的工具跟它的 APP 或是一些绘图软体会让你感觉比较容易学习，而且比较快上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在推荐一些小白学习电绘的时候，可以先从 iPad 里面的一些绘图 APP 去学习，这样子会比较容易上手，而不会在一开始的时候遇到非常专业的软体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知道影片看到这边呢，你可能会跟我说，你可能已经有了好的工具，也使用了比较方便的一个绘图软体，甚至你也知道这些工具的使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无法把图画好。那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哦，就是我们拥有好的工具其实没有用啊，真正能够让你把图画好的关键还是在于你对于画图的知识以及你画图的技能到底有没有，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关键跟重点。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画图的一些知识跟技能的话呢，欢迎到这支影片底下的描述栏里面呢去下载你的免费电子书以及免费课程吧。希望在里面呢你可以学习到更多关于学习画图的一些知识跟技能。第四个就是 iPad 把手绘效果搬上了荧幕。其实有许多手绘的小可爱们呢，对于电绘这件事情还是有一些排斥，甚至是觉得电绘有一些让人诟病的地方，就在于说这个手绘呢，它既然只有一次性的效果啊，基本上每一个人在画图的时候只能画一次，你要画第二次呢，一定就会有些地方绝对会不一样的。你就算是用描写、抄写、超画的方式去做绘画，总是会有那几笔的一点效果是不同的。哎呀，再画也不会是原来的啊！哎呀，时间、空间、情绪都不对了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的人喜欢手绘胜于电绘，就是因为他们喜欢手绘的那种随机感，那种只有一次性呈现出来的效果。但是呢，其实有很多的人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啊，其实电绘现在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笔刷哦。这些软体工程师呢，他们也理解了手绘人的心声哦，去研发了这一种随机感的笔刷，让你不管是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力道，基本上呢都画不太出那种每一笔画都一致性的那种笔刷哦。所以说，其实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手绘的人，你也希望能够将自己的作品搬到荧幕上去，而且你也希望自己在画图的时候可以随时取得那种随机感的感觉的话呢，那基本上现在的一些笔刷跟软体已经可以帮助你画出这种只有一次性像是手绘一样随机感的这种效果了。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这方面的笔刷呢，欢迎去看我这一支影片。除此之外呢，使用 iPad 画图也比传统手绘啊更方便去做一些修改跟修正哦。基本上你只要2根手指头呢在荧幕上面点一下，它就可以回到上一步。所以不管你怎么去修改或者是画错的地方，你想要重新再做绘画都是非常方便的。你不需要浪费任何的画布、任何的纸张，你也不需要浪费任何的颜料，甚至你也不需要吸入任何有害的气体或者是粉尘等等的东西，你就可以轻轻松松的使用 iPad 来做绘画，画出你想要绘画出来的东西跟画面。而在你熟练了使用 iPad 跟 Apple Pencil 画图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不管你是要画铅笔、炭笔、粉彩笔、水彩、油画等等的媒材，基本上你都可以非常轻松的用 iPad 跟 Apple Pencil 去呈现出来。当然，如果说你想要画一些萤幕或者是比较这种科幻型的效果或光晕等等的，基本上呢用 iPad 搭配 Apple Pencil 也是可以非常轻松的呈现出来。简单来说呢，电绘它已经可以说是打破了过去传统媒材的一个束缚，更趋近于绘画的本质。所以我们都可以说，电绘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工具跟这样的绘画方式也好啊，基本上可以说是人类绘画史上的一大新变革。OK， 当然
然今天说了这么多关于 iPad 的一些优点跟优势啊，我知道你一定会在想，除了优点，难道 iPad 没有缺点吗？有的 iPad 是有缺点的。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 iPad 的缺点的话呢，欢迎观看这一支影片。看完这支影片之后呢，你就会知道说，其实 iPad 呢，它除了有优点以外，当然它也有它的缺点。根据 iPad 的这一些优点跟缺点呢，合起来作为一个综合的评估，来思考看看你适不适合入手 iPad 来画电绘。毕竟过去用这种手绘的方式画，一旦画错了，你可能就要全部重来。又或是呢，你用手绘的方式去画一些东西，却画不出你想要画出来的感觉，可能都还是需要透过电绘才有办法帮助你画出你想要画出来的一个画面。这时候你就可以认真的思考一下自己是不是应该要入手电绘工具了。总之呢，如果说你希望自己可以随时随地在外面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随时神来一笔画出一些还不错的作品跟灵感的话呢，那我当然是蛮推荐你可以购入一台 iPad 跟 Apple Pencil 去做绘画的创作的。那如果以上的内容呢，你觉得对你有些帮助，或者是你身边有一些喜欢画图，正在考虑要不要入手 iPad 的小可爱呢，那基本上你也可以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们。最后，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真的对你有一些帮助的话呢，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因为这样在我新影片发布的时候呢，你才不会错过哦。最后，让我们带给你的生活一点颜色，也希望你能带给他人生活你的颜色。